红茶荔枝酒的检测合格，我装了100瓶，马上要送人了，所以我想摆个好看的全家福留念。没想到剩99瓶了。大家想知道这99瓶都送给谁了吗？第一部分是最早搜集的表格里填写仔细认真，平时又爱喝果酒的朋友。第二部分是评论区的高人们，如此才华横溢，怎能不奉上美酒一杯？第三部分是评论和私信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朋友们。第四部分是对酒有一定研究的朋友，同行之间的相互切磋，共同进步。接下来是我的包装过程，各位看下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，欢迎指出。Nice。首先，我将冲洗好的瓶子放入锅内煮5分钟后，再进行一次紫外线灭菌。拿出来后，又倒入了一些酒，盖上盖子涮一下，最后控干水分。装瓶目前我没有分装设备，每瓶都装到目测大概瓶颈的位置，然后盖盖即可。为了防止盖子在运输中掉落，我会加一个塑封帽。由于体定量不够，无法专门定制，所以我买了红酒用的，剪掉一半，剩下的刚好合适，然后塑封即可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热塑封专用的吹风机，普通吹头发用的可不行哦。为了得到大家的反馈，每一瓶我都贴了一个二维码，方便收到酒的朋友在品尝时占用一点点的时间，帮我填写一下反馈建议。贴签完成后，有时候会有一点残胶，所以我都用厨房用纸清洁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手的四季如春家的厨房专用纸巾，8块9买了2卷，吸水性强，干净。防止玻璃瓶在运输中破损，我每次都装入气泡柱。气泡柱邮寄来的时候是扁的，需要打气才能达到效果。以前我都是用打气筒来打气，这次突然想到抽滤机的这个抽气的装置，一头是吸气，那另一头就是出气了。试了一下，果然如此。做一个加长管，直接升级成电动充气，太方便了。以前打完所有的气泡柱要踩1天的打气筒，现在1小时搞定。最后气泡柱装箱，两边封口，大功告成。99位朋友们等着接酒吧。之前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，开封过滤回大桶后，发现很多细小的碎屑。这个简单，用咖啡滤纸过滤一下就行。然而我花了2个小时才过滤出75毫升酒，按照这个速度，我这将近8升的酒全部过滤完需要大概1个月。这速度也太慢了呀！本来想放弃的，但尝了一下口感，荔枝的清甜美妙柔和，红茶的滋味若隐若现，且丝毫没有酒精的刺激感。为了这美妙的口感，值得我琢磨琢磨解决方法。首先，我想到做红酒时经常用到的皂土。将皂土软化1天后，倒入到酒液中，沉降了7天，果渣明显的下沉了，但依然有氧化分层，说明还有皂土沉降不下去的果屑。这颜值送不出手啊，还得再想想办法。据说高速离心可以分离沉淀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台离心机，每次倒15毫升6小罐，经过测试，每分钟4000转的功率，离心1个小时，效果最好。然后倒出上面的清澈液体，此时果渣已经沉底了，为了严谨一些，我盖上了盖子，又放置了几天。发现依然透亮无比，而且没有分层，没有沉淀。只可惜我买的离心机太小了，1小时只能出80毫升。我总共有8升的酒，全部分离完需要大概半个月，时间还是有点长。但总的来说，用咖啡滤纸或离心的方式过滤掉细小的果渣，酒体就会透亮，而且不会氧化，不会沉淀。大家好奇这又是什么吗？其实我又买了一台果酒过滤机，工作原理类似纯净水的过滤，只是比纯净水过滤的要粗很多很多，否则过滤完就有可能真成纯净水了。开工，看着浑浊的酒液在5微米的 PP 棉中跳动后，再转入到0.1微米折叠棉中，就简单的2关就困住了果渣。20分钟不到的时间，酒体果然清澈，不由得想起了那句老话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不过我这套滤芯好像废了，但看着透亮的液体，一切努力都值得。好了，我先装2瓶送检，等检测合格后再来联系大家。羊肉还能用来酿酒？最近从北山酒精里习得一古方，把羊肉和糯米放在一起酿酒，据说既有酒香又有肉质香，冬天里还可以驱寒暖身，有点意思，咱必须得试一下。先来一杯白兰地，把羊肉浸泡一下，炖的时候只放入生姜和大葱，熬煮1小时之后取出2块晾凉，剩下的再放入盐和枸杞，炖煮10分钟后准备开吃。还得先干正事儿，把晾凉的羊排肉用手撕碎，纯肉51克，放入浸泡了1天的糯米中搅拌均匀，入体蒸40分钟，蒸好后摊开晾凉。这时加入125克凉白开，0.5克甜酒曲，搅拌均匀后放入发酵罐，掏个小酒窝，盖上保鲜膜，有氧发酵48小时。活儿干完了，再来吃羊肉，心情那叫一个舒畅。
羊肉肥瘦均匀，入口即化，羊肉的脂香在后口饱满丝滑，丝毫没有羊膻味儿，甚至连羊汤都是极品美味。我瞬间对羊羔酒的期待更加猛烈，那将会是多么美妙的口感啊！吃完羊肉的锅碗都比较油腻，这是我在抖音商城暖冬好物节刚买的立白洗洁精，清新去异味，去油效果不错，能再加入250克凉白开进行2次发酵。又一天后，终于可以出酒了。只是酒液里有少许油的感觉，我心里隐约有点不安。不过闻起来酒香依然浓郁，没有羊膻味。接下来压榨酒汁，我买了一台压榨机来最大化的榨取酒汁。酒中得酒520毫升，效果非常满意。品尝一下，入口还是米香和甘甜，酒香呈现在中后口，没有羊肉的膻味和腥味，能把肉质香和酒香同时呈现在一款酒里，不禁感叹古人的酿酒智慧简直出神入化。只是多饮几杯之后，羊肉的油腻感逐渐增加，又不同于喝羊汤的感觉，可能羊肉的滋味和酒的醇厚融合度不够的缘故吧。传说这款酒是杨贵妃20岁生日时，唐玄宗在御酒中特意为她选中的。个人分析，那时候调味的香料比较少，所以羊羔入酒算是增加滋味的一种方式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块羊排，我一定选择清炖羊排单酿米酒，然后大块吃羊肉，大碗喝米酒，那应该是羊肉和酒最好的打开方式吧。真香！最近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很火，我们都知道喝威士忌的时候加冰是为了充分享受它的香气和味道，那喝金酒的时候加冰又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如果是小瓶直接咂，喝起来草木香气浓郁，主要集中在中口。现在记住这个味道，以方便对比。接下来加入一块圆冰，再倒入一些金酒，放置1分钟后，酒体温度降低到6度左右。喝起来原料里的草木香气转移到了中口和回味上，口感更加清爽顺滑，酒的刺激感也没有了，综合感觉的确好入口了。功劳主要来自于冰块的降度，所以很多调酒组合都是在预设有冰块溶水的情况下设计的。说到这里，曾经我也好奇过冰饮白酒会是什么体验。试过的人都知道，白酒加冰后会让酒体失衡，高级脂肪酸酯被析出，产生白色絮状物。而金酒酒体本身的光泽并不会因为加冰而发生变化，风味和观感皆为佳品。而且加冰后，金酒酒体温度和分子能量的降低，还能降低酒中药材带来的燥热，让成分被身体更好的吸收。这也符合以清去燥的养生原则。看着这颜色和感觉，真应了那句禁酒是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说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不过无论什么饮用方式都得适量，切记禁酒虽好，不要贪杯。有粉丝说自己泡的酒没有我送给他们的好喝，其实基酒的不同，水果的产地、原材料的比例都是影响口感不同的关键，尤其是基酒的不同，最终会导致泡酒有天壤地别的差距。分析原因是基酒的滋味跟水果滋味互补得当，才会让口感更加饱满顺滑。反之，滋味不合，那泡酒就是画蛇添足了。自从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我就只能不断做实验，去寻找搭配每种水果最适合的基酒。因为我实验比较多，所以我都是对比很久才找到既保证正品还便宜低价的渠道。这气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淡雅，其甜绵爽静香，适合我调酒以及做泡酒实验。马上中秋了，结合上次东方之珠鸡尾酒的吊香玫瑰的经验，我试验了一下吊香桂花，调一杯中秋满月酒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制作方法。用冰块加酒，能调取桂花香气，加入柠檬汁和石榴糖浆，还有之前做过的恒温水域工艺的橙皮酒，最后 shake 一下倒出，再取一片圆形橙皮做装饰。桂花香气比玫瑰香气更好的萃取，原酒的淡雅感在花果味间若隐若现的穿插，整体非常饱满有层次。好了，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！大家有什么泡酒的问题都可以私信我，我一般都会回复的。据说一颗贵的茶叶蛋价值3000元，那我做的这个超大号的浓香醉蛋应该可以卖8000元吧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中秋节快到了，按照我们的传统，总要收礼和送礼。我给几个哥们儿准备了检测合格的泡酒，礼尚往来，我也收到了他们的礼物，有600年历史传承的高端浓香酒水井坊井台，这个可以理解。但奇怪的是，还有一颗鸵鸟蛋。酒好说，水井坊井台我喝过，酒体饱满净爽，来盘花生米我都能喝半瓶，包装也很好看，宫墙红配琉璃金。人文史诗画卷，天府宝地图，传承与创新烧画，每个细节肯定都是经历了反复的打磨，不愧是酒中美学。但这个鸵鸟蛋怎么办？据说保质期也就10来天，着实令我头疼。我做酒还凑合，但做菜始终不开窍。正在发愁的时候，看到还没有开封的青梅酒，我突然来了灵感：泡酒是泡嘛，茶叶蛋其实也是泡嘛，原理差不多，那干脆做一个浓香醉蛋。首先蛋要清理一下，消除掉有可能出现的沙门氏菌，再小火慢煮。蛋比较大，我煮了1个小时，应该熟了。鸵鸟蛋拿来晾凉的间隙，做了一个香料汤。锅内重新倒水，放入冬虫夏草、铁皮石斛、大料、花椒、香叶、肉桂，再倒入老抽、盐、
糖熬煮入味儿。晾凉后的鸵鸟蛋要敲碎，据说皮比较厚，我特意准备了勺子、小锤子和大榔头，没想到勺子就搞定了。最后放入泡酒罐里。既然要做浓香醉蛋，那就用少许水井坊景台。600年酝酿的苦椒池中的1号菌群是酒体不可替代的香味来源，酒体醇厚，香味独特。这么珍贵的酒，倒入少许就能给鸵鸟蛋赋予浓郁的酒香。我预估鸵鸟蛋的嫩和细腻，香料汤的浓郁，再加上浓香酒的醇厚，口感一定非常能炖。最后一方保存。中秋节哥们来找我，美酒配醉蛋，应该算是一个价值8000元的大惊喜了。